否则，现在在川普把所有企业都抓在手上之后，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他现在对中国步步的进逼，其中现在台湾站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我们能说台湾现在完完全全4个字形容：脱胎换骨。为什么？我们过去台湾是以手机代工来起家，但现在完全变了。你看到这是台积电5年的变化，过去都是以手机是为主，但现在都是什么高效能运算，等于是晶片。而除了台积电之外，我今天最吓到的什么是鸿海？鸿海我们都知道苹果嘛，对不对？跟手机相关联嘛。结果现在鸿海做 AI 伺服器已经超越了这个所谓的手机上面。所以今天整个鸿海股价整个都喷起来了。所以台湾完全不一样的，它现在是全世界最重要的 AI 晶片的生产地方，也是解决 AI 问题的地方。你知道为什么全世界都要抢台湾的 AI 晶片吗？因为我们不只提供 AI 之外，我们还解决电的问题。所以你来看台积电以前它的营收里面呢，5年前 smartphone 是占47%的。对，如果用苹果用鸿海的话，鸿海大概40%几。那现在我们今年的第二季出来了。HPC 就是高效能运算的晶片已经过了50%，整个台积电已经有1半的营收来自于像 AI 这样的晶片。而且你看哦，智慧型手机的部分只剩27%了，27%。那鸿海的部分大概第二财报刚刚出来，大概41%是伺服器，30%是手机。鸿海也完全改变了。那你知道吗？我们不只做 AI 晶片，我们现在全世界都在抢我们的 AI 晶片。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全世界 AI 发展得很快，什么问题发生了？电的问题发生了。所以台积电的董事长在今年的法说会的时候，他讲一句话，其实讲出了关键哦。每次讲到 AI 资料中心哦，很多人就要谈到电，因为一个 AI 中心就要一个大型发电厂。去支持一个 AI 算力，但他们没有直接魏哲家没有直接说，因为电力效率很高啊。然后什么叫电力效率？因为这么庞大用电，台积电厉害什么？我还可以再省15%到20%的电，所以它2奈米跟1.6奈米的用电耗力可以减少15%跟20%。所以为什么一直抢了台积电的电？为什么抢鸿海的股票？因为他们不只做 AI， 还帮你省很多的电。那我们来看鸿海现在在干什么？鸿海刚才说了，40%今年要做到7兆，光 AI 就要做到3兆台币。结果他入股了东元，东元，你会讲到东元，你会想到台湾队长陈协宪今年在替东元卖冷气，所以他变成东元卖。鸿海是要卖冷气嘛？要陈杰宪卖冷气嘛？其实不是，鸿海现在被看好的地方，股价直接飙到200多块，是因为鸿海正在改变。它不只会做 AI 伺服器，还是一个 AI 高级水电工。它跟东元合作是要变，不是要卖台湾队长的冷气，而是要变高级水电工。真的假的？你说要变成 AI 的高级水电工？高级水电工才有办法替美国人解决 AI 用电的问题，也可以解决台湾用电问题。电现在是 AI， 有电才有算力。我们来讲 AI 伺服器，整个外资研究报告里面，它有分非常多的等级，等级越高越赚钱。那你只会做主机板是 L6， 你会做伺服器的组装是 L10。如果你会做整机系统、整个机柜，那你是 L11。但是如果你那整个整机组装加上系统服务，你是 L12。对，所以东元会做什么吗？你不要以为东元是小公司，他在美国做了30年啊，他是一个有美国人员部跟国防部的资格的。统包商资格的高级水电工，他会做什么？做的东西可多了，他会做高压马达，还有配电盘，还有变频控制器，然后所以又有这2个资格，他会做充电器，整个发电厂。所以现在 AI 伺服器担心的是什么？本来黄仁勋都要交很快，可是电力系统太缺了，都要拉到6个月以上。如果有东元加入，我整个电力系统我自己做。鸿海进来是要做什么？我不只要做伺服器，我要统包整个 AI 资料系统，我要从整个机柜到整个散热系统到整个配电系统，我全部都要怎么自己做？那厉害的地方是什么？我这样就可以替你省电了。所以我们以前常常讲说 AI 要靠气冷、水冷，你知道接下来要用什么冷吗？用冷媒直接来冷，直接把 AI 伺服器放在冰箱里面更省电，已经在想这件事情了。对啊，你要看我们不要看到 AI 的风扇这边跑吗？可以散热吗？那后来不是把伺服器泡到水里面吗？现在不是了，现在直接用冷媒跑过去。那谁会有冷媒？东元是做冷气的，所以东元不是只靠卖冷气，他知道怎么做冷媒，所以整套系统下来之后，鸿海又需求非常的大。所以以后怎么省电是要靠鸿海，所以我们台湾不只是 AI 伺服器岛哦，我们越跑越前面
现在已经跑到美国去做整套机电系统。我拿着钥匙进来，我连配电系统、整个水电系统、冷气系统、散热系统，我全部都帮你做好了，不用美国客户说我要把伺服器装进去。所有鸿海为什么股价涨到200块以上？是因为鸿海越来越厉害，已经不是代工手机的整套系统，它都能做。那台湾不止这个，你知道台湾还有个东西非常强，我们控制电力系统很强，而且整个 AI 伺服器或整个 AI 世界正在快速的变化，它已经变成是一个电力大革命，全球 AI 基建大改变了。那现在有一家公司也是长得跟鸿海一样快的，叫台达电，它现在市值已经到1.3兆，已经超越台湾很多金控，只输给鸿海跟台达电，还有联发科。那为什么？我告诉你，现在整个 AI 伺服器里面都要配这样的机柜，不只是伺服器的柜子，还要配什么？电源机柜。那你们想说，为什么叫电源机柜？我讲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你们家的电是多少？我们家一般的电是110伏特，对，那冷气是用220伏特。那你像伺服器现在是用多少伏的电吗？用54伏的电，可是电是用高压电传送的。那美国高压电直接送到伺服器里面，还要降到54伏，它其实过程中是很耗电的。对，那我们想到办法，那我不要降那么多，我直接用800伏。本来就54伏，现在升到800伏，所以这些电源柜是用800伏的高压电来进行算力，所以算力是靠800伏，然后里面还配不断电系统跟散热系统。我们整个台湾其实在提供整个电力解决方案，那这样可以怎样？再少20%的电。那如果全世界少20%，要少多少的发电厂？所以为什么台湾那么重要？为什么这家公司怎么一口气从今年4月以来解放日关税这样一路飙上来？是因为而且它直接被称作有望成为台积电之后的新一代，这4个字护国神山，这很高的评价哎。没错，因为全世界有60%的电源供应器是台湾做的，那其中的60%又是台达电的，台达电大概占了36%，另外一个公司叫光宝科，大概占差不多10几%，会2个加起来大概60%，全部都台湾做的。所以台湾如果加上新的这样的机柜系统的话，我们解决是什么问题？美国人电力系统来不及的事情。然后我们不只卖晶片，我们是卖整套的解决方案。那整个插上，你只要拿着钥匙进来之后，给你很快的算力，又非常的省电，所以台湾会有新的护国神山诞生。宇轩，我们刚刚讲了，我们现在台湾是什么？脱胎换骨，现在全世界非常需要我们，现在就是全球的 AI 之岛。由于什么？现在连这个军工的产业链也通通都成型了。你看到这个画面，这画面是什么？现在连5大面向我们通通都有了。对，这话没有错，我们不能让所谓的外国无人机专美于前。大家都知道，国防部即将要采购47000、48000架左右的无人机，所以包括我们的军备局呢，自己也自告奋勇说我现在开始尝试了。为什么？他一次就做了5台出来，包括侦察型的，包括投弹型的，甚至包括 FPV 的，以及自杀的、大的、小的、大狼鹰呐、龙野赛，他全部开始在说，我们这是第一次尝试。为什么呢？比如说，我先介绍像这个 FPV 就好了。这个 FPV 啊，你最常会看到的是什么地方？你知道吗？在乌俄战场上，你就会发现有些无人机呢，它具有我们讲侦察的功能，但是它也有打击的功能。对，换言之，它的载弹量或许不是很大。但是呢，它可以干嘛？它是游荡弹药。而你现在看这种弹射的，只是比较单一的。这是什么？这是自杀无人机。换言之，它是翼展型的，并不是像这种螺旋桨旋翼型的。它会先在确定好目标之后呢，比如说我找到了，我今天要发动攻击之后，我是一个单兵。那我这个单兵呢，我把我这个弹簧以及它的发射器、弹射器准备好之后，装载之后有大有小。大的呢去打大的标的，小的呢我可以去摧毁坦克，我可以去摧毁装甲车。然后呢拉好上旋之后呢，马上把它做弹射，弹射之后呢，再开始用它的操控的方式呢，去对这些进行打击跟攻击。但与此同时，还有所谓的大家最熟悉的投弹型。但这个投弹型，知道有特别在哪里吗？特别在哪？原本它是拿来做农业使用的，做农业就去撒农药用的。对，它的概念是这样，就是说台湾其实已经有一些无人机在作为农场，比如说撒农药啊、喷洒等等的。但他后来想说不对，那我们把它稍作改良之后呢，把这个原本是撒农药的地方，把它变成是什么？你看下面它可以载弹，它可以投弹的。对，等于说它不是说我们用毁灭型的哈，它就是也不是自杀型的，它可以来回使用。比如说我今天飞到指定的标的跟目标的时候呢，我可以开始干嘛？开始锁敌，锁敌之后呢，确认目标之后呢，我就开始进行投弹。那投弹之后呢，就把这个对方的目标呢给击沉跟打击。那它的作用性就跟所谓的自杀跟我们讲的无人机大小，不管你分大小，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像这种自杀无人机哦，它的特性我讲你就懂，比较是导弹。OK， 那像这种投弹型的，它就比较像什么？比较像是轰炸机。那 FPV 呢，它就是多功能，就是我可以看也可以打，我可以随时随地的决定我的方向目标。但是呢，它真正特别在哪里？在于说一个启动的方向，等于就是说这是第一代。那我请问一下，像弹簧刀也是力争好几代修正嘛？它会不会有2.0、3.0？你说它至少有一个好的开始了，未来我们台湾的无人机要有一个大进化的时代。对，因为你想想看哦，当外国的无人机，我们是不是大量采购进来？那我们的中科院，我们军配局一定会相关进行去了解研究说，哦，它好的东西在哪里？因为各位很多你可能不知道，包括我们台湾其实一大堆优秀的厂商，其实也在提供，比如说无人机的光学镜头，或者是无人机的相关的设备，无人机的我们讲的滑轴，或者说它相关的需求。所以等于就是说，我们其实已经现有非常多优秀的厂商。哦，那只是说都提供给外国来去做使用。那未来这些厂商能不能呢，变成就是说，当我们的军备局进化到一定的程度，它整合到一定程度之后呢，去施法，搞不好台湾也能做出台湾的我们讲 Artius， 台湾也可以做出台湾的这个弹簧刀。毕竟现在台跟美之间在无人机共同响定跟战略的合作，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就是发挥国产化的精神，如同当时的 F-16以及最后的 IDF。无人机也可以创造我们台湾自己版本的 IDF。瑞德在这一次军备局给出的无人机的这些所有画面里面，我觉得最 shock 就是这个画面，我从来没有办法想到，一个卡车，一个卡车里面，厉害了！因为我在看电影，里面藏着一枚地狱火飞弹。这也太厉害了吧！而且呢，那么军备局公布的这个画面呢，事实上告诉你啊，那么这个台湾版的这个等于变形金刚呢，已经经过真正的测试，所以它有直接的画面告诉你嘛。我经过改建了以后，直接在像货运车这样的大货车啊上面，那么直接发射就出去了，目标就出去了。我问你，那么中共呢，当然会锁定你各式各样的这个飞弹发射系统啊，怎么锁定？你的雷达嘛，对，你的雷达锁定嘛。那如果我只要不开启雷达的情况下，用这种改装的大货车，在全台湾各地到处跑，或是停在停车场、停车格，请问中共那么如何去预防，如何去攻击它呢？对不对？所以这个概念是非常好，它用的是地狱火飞弹。那么稍后你知道为什么用的是地狱火飞弹吗？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买了3600多枚的地狱火飞弹，台湾非常多，台湾拥有非常多的地狱火飞弹。通常我们会在什么地方看得到啊？眼镜蛇直升机跟这个等于说阿帕奇啊长弓武装直升机啊，他们在这个相关的这个演习的时候，我们才看得到。但事实上，我们已经进了3600多枚的地狱火飞弹，所以在地狱火飞弹的部分呢，那么后续还可以源源不断的买。它不大，但是它杀伤力极强。对，它可以打装甲，它一开始可以打装甲，现在什么东西都可以打，都可以打。除了装甲之外呢，甚至于经过改装了以后，它还可以去打，包括这个等于说天上的这个直升机，然后还可以打这个各式各样的这个那个相关的这个等于中共想要登陆台湾的目标，我们都可以打。所以呢，地狱火飞弹是。你本来使用只是用来说从地上来打从空中来打地面的这个等于装甲车，你把它改建了以后呢，那么你就可以用来打任何一个目标，而且它是第一个把美国的飞弹直接我们自己改装后用来使用的一个案例啊。所以这个那么今天选择在今天的公布呢，有它自己的这个相关的意义啊。为什么呢？因为呢，最快在这个月的月底，我们即将提出我们的那么。没有7000亿，但是大概6000多亿，接近7000亿的相关的军购特别预算。对，这个军购特别预算，我告诉各位，那么里面有一个东西，对不对？有一个无人机呢，是我们一定要大幅度这个购买的。其实，在上礼拜已经来到台湾的，就是阿特斯的这个等于说600M 的相关比较算中型的攻击自杀无人机啊，我们买了291架。那时候呢，跟这个等于说那么弹簧刀300一起买嘛，对，没有买很多。但是我们后来发现，这个无人机呢，这个阿特斯的这个的600M 非常好用，为什么？那么稍后你知道，中共为了要登陆为了要来台湾，他们想尽了很多的办法，要斩首就来200多架武装直升机，载了每一架载了10几个特战兵，要直接从我们基隆河过来嘛。然后呢，紧接着来气垫船嘛，然后呢，各式各样能登陆的东西啊，他们现在大举的把这个一个东西叫渤海海怪。渤海海怪那是什么东西呢？你把它想象成有点像水上飞机，大型水上飞机，不过它不是飞的，它是启动4个引擎了以后呢，
浮在海面上3公尺的地方。就是这个。对，这个叫渤海海怪，它俄罗斯曾经大幅度的这个人花了很多的经费去研究，美军也研究过，但后来2个都放弃，为什么呢？但老共因为他们目标跟老共是不一样，老共最主要是用来要运兵、要攻打台湾用的，所以当它全开的时候呢，可以浮上来3公尺。为什么？他们料定你的雷达测不到3公尺，所以呢，3公尺情况下，一次可以载兵150个人，还可以载轻型的动115的相关的坦克跟2栖的登陆舰，所以呢，它要大量的过来。但是你知道？台湾要对付这样的一个渤海海怪，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因为水雷没有用嘛，因为它浮上来了，它不是在海面上，水雷是没有用的，万将水雷那都没有用。我们对付它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我刚刚讲的阿特斯600M 的攻击自杀无人机。那么老公认为我们测不到，对？错，为什么？其实你浮上来3公尺啊，我们都知道，都测得到。然后呢，因为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不需要直接到我们北台湾西部总共有14个点可以让他们登陆，他们不需要，因为它就直接过来以后，从平潭到那个新竹啊，只要22分钟就到了，非常快，它的速度非常快啊，所以呢，它从每个地方都可以过来。一次会过来，可能它不会来2架让你把它当火把打嘛，所以一次出动也是100-200架这样一起过来嘛。那一起过来的情况之下呢，你想想看，我们现在有291枚的这个，等于说，那么阿特斯的攻击自杀无人机嘛，我们已经准备再买上千枚以上，上千枚以上的，所以你就知道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这一次我们的特别预算金有一个过去我们都没有提到的东西，也没有人知道的东西，真的假的？什么？叫做 AI 雷达连线系统。你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想过，川普不是要打造一个比以色列的体穹更棒的金穹吗？对，以后的台湾也有一个小金穹，你知道吗？而且是由 AI 连线。我们现在有空军雷达弹、海军雷达弹，我们有爱国者3型的防空飞弹，有天空飞弹，但是过去是没有办法连线的。我们把载台包括马上要购买的 Link 22这些载台，还有把 AI 导入。为什么要用 AI 导入？因为 AI 它的这个相关的运算速度最快，它的预警时间最快，所以呢 AI 导入一起来的话呢，全部把它整合在相关的平台，所以它可以完全的串联。对。台湾的其实大中小型雷达非常多啊，对，然后全部串联了以后呢，几乎就像一个金钟罩。远程的包括我们的强攻1型跟所谓强攻1型跟天弓3型啊，还有爱国者3型增程这些飞弹，还有包括中程的国家级防空飞弹，还有陆射的剑2飞弹，还有刺针飞弹，远中近。那么这2个防空系统全部连接在一起，而且用 AI 来指挥，各位。过去的台湾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战力的，所以呢，那个说台湾什么只要老共来攻打，什么2个小时、1个小时，什么12小时，什么1天就投降，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